亿万富翁俱乐部全球不到0.35%的人口，掌握的财富超过日本、德国和英国3国 GDP 的总和。他们不仅仅是在玩金钱的游戏，而是拥有这场游戏本身并制定规则。大家好，我是王博士。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欢迎。我是一个投资人，崇尚价值投资和长期主义，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慢慢但稳定的增长财富。今天我们将拆解财富的8个层级，看看金钱在不同的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你需要做什么才能一步步的向上攀升。好了，让我们从第一个财富层级开始吧。贫穷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差异巨大，但其核心含义都是为生存而挣扎。世界银行将极端贫困定义为每天生活费低于2.15美元。目前全球大约有7亿人处于这种状况，这甚至不到美国1小杯咖啡的价格。此外，有约35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低于6.85美元，他们离金融灾难仅有一场危机的距离。即使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美国，仍有3590万的人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以个人为例，2025年的贫困线标准约为年收入1.5万美元，联邦最低时薪仍停留在7.25美元。虽然一些州，比如加州，已将最低时薪提高到了16.5美元，但整体工资增长仍落后于通胀，让许多人持续陷入财务不稳定。贫穷不仅仅意味着收入低，更意味着机会受限，住房、医疗、金融服务的覆盖性都不足。想要摆脱贫困，需要系统性的支持、经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跨世代的变革。这也是所有财富跃迁中最艰难的一步，而起点往往是相信更好的未来是可能的。好了，进入第2个财富等级。Pew Research 将中下阶层 （Lower Middle Class） 定义为家庭收入低于美国收入中位数2/3的群体。虽然这一群体已经摆脱了贫困，但许多人仍在为财务安全而挣扎。距离财务困难仅仅就是一次意外开支之遥。在美国，有40%到60%的人仍在处于月光族的状态下生活，财务稳定对他们来说依然遥不可及。这个层级最大的挑战之一是高利息的债务。许多人依赖信用卡和个人贷款来支付日常开销，形成了以债养债的循环。收入大部分被用来还债，而不是储蓄或投资。事实上，在美国，40%的成年人无法支付一笔400美元的紧急支出。想要摆脱财务困境，需要几个关键步骤：一、增加收入，通过副业、自由职业提升技能或者考取证书，创造新的机会；二、偿还债务，减少利息的负担，释放现金流，让生活更轻松，也为未来做规划；三、开始投资，哪怕是小额投资，也能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财务基础。财富增长从来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而是通过一连串聪明的决定，在时间中慢慢积累的。好了，到了第3个财富等级，咱们先举个例子。Jack 和 James 都有6位数的年收入，拥有自己的住房，并定期向 401k 的退休账户积款。他们看似中产，但他们的财务状况也揭示了这个阶层的典型特征。从账面上来看，他们似乎一切都做得很对，但随着育儿、医疗和房贷成本不断上涨，他们的收入几乎被吃光，也存不下什么钱。这就是第3层财富阶段的隐形陷阱。几十年来，中产阶级一直被视为美国梦的支柱，拥有住房、稳定的工作、可观的退休储蓄。然而，随着生活成本的飙升，许多家庭被压得喘不过气。Pew Research Center 将中产阶级定义为收入在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3到2倍之间的群体。到2025年，这个范围大约是每年5万至16万美元。但需要注意的是，收入高并不等于财务安全。在旧金山，年薪10万听起来不少，但现实是，这点钱远远不如在奥斯汀或者丹佛那样的城市能让人过上舒适自在的生活。在高消费城市中，中产家庭往往被住房、育儿和医疗费所拖累，难以进行投资，也难以积累真正的财富。中产阶级面临的一些最大的财务陷阱包括：一、生活方式的膨胀 （lifestyle inflation）。收入提高往往带来支出增加，使家庭依然处于财务脆弱的状态。二、过度依赖房产。虽然拥有住房是很好的长期投资，
但许多人在购房时财务过度扩张。中产阶级的60%至75%的财富通常都被锁在房屋净值中，使他们似乎是有房屋资产的富人，但每月却几乎没有现金流剩下。那么为什么是这个问题呢？自2000年以来，房价上涨超过200%，而经过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几乎没有怎么增长。对中低收入者而言，实际工资仅增加了不到20%，同时房产税、保险和维修成本往往超出预期。更重要的是，集中在房屋中的资产部分缺乏流动性，除非 refinance 再融资或者用于抵押贷款，否则你无法轻易动用这部分资产。想要真正突破中产困局，人们必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避免生活方式膨胀；二、多元化收入来源，不要只依赖工资；三、优先投资能产生现金流的资产，如股票、出租房或者企业。此时需要有一个心态的转变，别再只问我赚了多少钱，而要开始思考我如何把赚来的钱留下，我能让这些钱增长多少。好了，我们现在进入第4个财富层级，上中产阶级 upper middle class 通常拥有较高的薪资收入，因此具备更强的储蓄和投资能力。然而，许多人仍然感到财务压力巨大，尤其是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根据 Pew Research Center 的定义，这一群体的收入大约是美国家庭中位数的2倍。他们可能享有一定程度的财务舒适，但并不等于真正的财务安全。这一层最大的挑战是对收入的依赖性。医生、高管等等高收入的人群往往完全依赖主动收入 （active income）， 也就是直接通过工作获得的收入。这意味着一旦失业或生病，他们的财务状况可能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普通雇员往往要支付最高的税率，而企业主和房地产投资人则可以通过合理的规划将税率降低至15%甚至更低。想要实现持久的财富积累，上中产阶层需要从主动赚取收入转向创造被动收入，也就是投资能带来现金流的资产，比如房地产、企业、分红型股票等等，在减少日常精力投入的同时，让钱自动为自己工作。这里的思维转变是：财务舒适不等于财务自由，真正的财富来自于即使你在睡觉，资产仍在为你赚钱。好了，接下来的层级是第5个层级，富裕阶层。这个词的含义复杂，但一般可以定义为年收入超过35万美元的人群。这使他们跻身于美国最富有的前5%。然而，即便如此，许多人仍在依赖主动收入来维持生活方式。他们可以负担高端消费，比如私立学校、奢华旅行、高档住宅，但他们同时也面临着沉重的财务义务和税务负担。许多富裕的专业人士，比如医生、律师、企业高管，他们的财富往往与工作紧密绑定。一旦停止工作，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会难以维持。相比之下，真正的富人更注重如何保护和扩大财富，通过房地产、股票、私募股权 （private equity） 等投资，让资金持续增长。想要摆脱靠工作赚高薪这种黄金手铐 （golden handcuffs），就必须开始投资能够带来现金流的资产，比如出租物业、分红型股票或者经营企业。同时利用税务策略，比如折旧、资本利得税规划、抵扣等等来减少税负，并将多余的收入投入到高收益的投资中去。这里的思维转变是，真正的财务自由不在于你赚多少钱，而是在于你是否拥有能够自动生钱的资产，让工作变成一种选择而非必须。下面达到百万富翁 millionaire 的阶段，这正是迈向这一自由的重要里程碑。这就进入了第6个财富层级，但成为百万富翁并不意味着真正实现了财务自由。截至2025年，全球已经有超过5600万名百万富翁，其中2300万人在美国。然而，人们对富有的定义正在改变。根据嘉信理财 Charles Schwab 的一项调查，在美国，人们如今认为需要250万美元才能算富有，而2年前这一数字还是220万美元。原因在于，许多百万富翁的财富其实是被锁在非流动性资产中，这些资产其实无法在短时间内不损失价值的情况下变现，例如房地产、股票和企业股权。这些资产的价值会波动，
也并非能够随时可用。与此同时，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住房、医疗、教育费用的上涨，意味着100万美元的购买力已经远不如过去了。因此，尽管账面上拥有100万美金的净资产，许多百万富翁仍然需要继续工作、制定预算、规划退休，因为财务安全仍是他们的担忧。根据美国国税局 IRS 的数据，多数百万富翁并非依赖单一的收入来源，他们通常拥有至少7种不同的收入流，从而分散风险，维持财务稳定。这里的思维转变是，赚到100万美元不等于留住100万美元。成为超富阶层 Ultra Wealthy 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让金钱持续为你工作的系统，即使你不再工作，财富仍然能够不断的增长。那么下面进入第7个财富阶层 Mega Millionaire， 指的是净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人群。而这一层级财富的意义已不再只是收入多少，而是关于财务的掌控力、投资布局和财富的传承规划。截止2025年，全球约有180万人的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而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财富通常高度分散，覆盖企业股权、房地产以及其他类别的投资，比如对冲基金、hedge funds 和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然而，更大的财富也带来更高的复杂性，其中主要集中在：第一，风险管理；第二，跨世代的财富传承；三，可持续的增长策略。其中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错误的投资判断，很多富人被高回报迷惑，投进了自己根本不了解的项目，有的盲目买房跟风炒楼，有的人听信朋友投了所谓的独家机会，结果资金被套，一去不复返。财富积累其实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毁掉往往只需要一次糟糕的决定。另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将财富在代际之间延续。70%的富裕家庭在第2代就失去了大部分的财富，而到了第3代，90%的家庭财富几乎荡然无存。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富不过3代。如果缺乏完善的遗产规划、税务架构设计以及财务教育，财富会在极短时间内被消耗殆尽。与中低阶层需要靠劳动赚取收入不同，大几百万到千万富翁更注重的是被动收入 （passive income）， 让财富以最小的精力持续增长。他们不依赖现金积累，而是运用资本杠杆去获取会升值的资产，比如房地产、私营企业股权以及高成长公司的股份。这一层级的思维转变是，财富不在于更努力的工作，而在于优化财务系统，让金钱永不停止的运转。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层级，也就是第8个财富层级。财富流动到这一层级时，便进入到了亿万富翁阶层 （Billionaire Class）。他们的财务掌控力早已经超过了个人财富，开始影响产业、市场甚至政府的运作。全球亿万富翁人数不超过3000人，仅占全球人口的0.35%，却掌握着比许多国家还庞大的经济力量。根据福布斯富豪榜，美国以800多名亿万富翁位居首位，其次是中国400多人，以及印度200多人。让亿万富翁与其他财富层级区别开的，不仅是他们的资产规模，更在于他们影响整个金融生态的能力。亿万富翁不是为了钱而工作，而是创造让钱自动流动的系统。这些系统遍布科技、金融、医疗与能源等等领域。仅在2024年，前10大科技巨头的财富总额就增加了超过5000亿美元。其中，英伟达 CEO 黄仁勋的净资产在公司股价上涨了171%之后，飙升至了超过1000亿美元。与普通企业主不同，亿万富翁的思维不是经营一家公司，而是扩张并重塑整个行业。举个例子，杰夫·贝索斯不仅仅建立了一个网上书店，他还创立了 AWS 亚马逊云服务，如今支撑着全球超过30%的互联网。互联网亿万富翁并非单纯的为金钱而工作，他们掌控的是金融系统本身。他们利用他人的资金，通过借贷或者投资资本来扩大产业规模，影响政策，并持续扩张财富。有趣的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这样的趋势，亿万富翁的财富中来自继承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创业所得。这意味着全球财富的形成与延续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亿万富翁阶层不仅仅是在积累财富，他们实际上在塑造全球金融的未来。财富从根本上来说，不仅是关于你赚了多少，更是关于金钱在不同层级中如何运作。而大多数人依然会相信，赚得更多就会更富有。但每一个财富层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则和壁垒，这些壁垒在每一层都会发生变化，但永远存在。对于一些人来说，挑战在于获得机会，比如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和资源；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挑战则在于掌控。如何保护财富、降低风险、扩大影响力，最终决定一个人能否跨越财富阶层的，不是收入，而是思维方式与策略。中产阶级被教育要为钱工作，而富人则会学会让钱为自己工作。朋友们，非常感谢观看。你认为哪个财富层级最难突破？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你觉得这个分析对你有帮助，记得点个赞并订阅频道。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我们下次再见。